台湾现在除了这个地缘政治之外，大家还关心到我的荷包。前一阵子跌跌不休，然后现在这两天好不容易回来了。那现在接下来，对于投资者，像你们这种经济专家来讲啊，这次的风暴结束了吗？特别是荷尔姆兹海峡所带来的能源危机已经平缓了吗？不然，今天为什么股市可以涨回来呢？其实各位观众应该有感觉到，台湾就是以 AI 为主干。那我举个例子昨天不是台北股市跌了1500点，照道理不是说荷尔姆兹海峡被封锁啊，油价上涨，不是塑化类股、航运类股要涨吗？没有，昨天塑化类股、航运类股一片绿油油。那今天大盘开盘的时候一度涨了1500点，把昨天收复。后来是因为盘中传出来说何梅尼之子强硬派要来接任，然后又传出来就是说可能要去炸那个以色列的什么核设施，又稍微压回来。不过毕竟也涨了800点。我告诉各位，大盘在这个因为荷尔姆兹海峡封锁之后，塑化股、航运股没有涨，还在大跌。就今天它也是一样全面大涨的时候，它也是没有涨。那可是 AI 股像记忆体，昨天韩国股市被熔断，连续2天熔断，今天马上涨到被熔断，所以说马上对，今天像南亚科它一公布出来之后，公布出来说缺货，2028年下半年才会有数据，马上开盘涨停板锁住。我要跟大家报告的一件事情就是说，我给他下一个简单的结论，这个突然而来的这个战争可以改变我们在股市里面 AI 科技股的个股的估值，就是说本益比。但是不会改变到整个 AI 产业需求供不应求的这个本质。对，尤其是这一次的战争，特别看得很清楚你说地缘战事这个地方时间会不会，这个时间到底什么时候能够结束？我主观的预期是说，川普他也不可能放任拖太久，因为油价这个地方来讲，这个对他的所谓的民调，这个所谓的将来其中选举也会不利。如果他没有控制好的话，那可是我很确定的一件事情，这个 AI。尤其这次战事看起来，我们的 AI 的整个的一个产业的一个需求是叫方兴未艾。台湾在这个所谓的 AI 的这个战争里面，我们是在这个 AI 战争，不是实体战争，是 AI 战争里面，我们是 AI 的一个军火供应商。我们在实体战争里面，我们可能需要仰赖美国的先进武器。可是我举个例子这次为什么说 AI 战争最主要就是去中化的战争，就是美国一定要极力把这个中国的科技力把它压下去。所以说高阶的设备，甚至于高阶的这个晶片，它都不准你给中国。那重点来了很多人认为说股市里面这个又要战争这个情况下，这个所谓的 AI 股、科技股就会不好真的是这样子吗？我举个例子，川普去年的时候，在去年中的时候做了一件事情，他把包括黄仁勋一大堆企业家带到中东去，拿了6000亿美金的这个 AI 的大订单。这种基础建设，这次不是被炸了3个什么 data center？ 对，那以后还要不要再复原？那这个6000亿的这个所谓的这个基础建设开始了没有？还没开始嘛。所以说 AI 的这个所谓基础建设方兴未艾，在这一次战争，我特别看到2个东西，我想军事专家应该会说得更详细，就是无人机跟这个低轨卫星的需求，那更凸显出来关键的地位。你看这次无人机非常有趣它是不是学伊朗？就是以前伊朗第一次的时候，是不是先丢出那个廉价的无人机，消耗那个铁穹系统这次美军也一样，先弄那个自杀机，低价的这个低点自杀机，然后消耗你伊朗的飞弹之后，再来高阶的武器出去。那在这个地方你要知道一件事，这个在无人机里面有4大这个系统里面有4大体系，先影像，还有飞行控制。后台跟前端的边缘运算，这个都需要什么东西？需要 MCU， 叫做微控制处理器。那我们说华仁勋那些 AI 的晶片整个系统及机柜是属于大脑，那我们说的这种 MCU 是属于小脑。那这个东西谁厉害？中国大陆跟台湾，可是川普会容许你将来 MCU 用中国大陆的这个晶片？不能，当然不会嘛。台湾有？对，有啊。我们从以前，我们台湾有非常多的 MCU 概念股，就从那个以前我们一开始从那个语音，从那个什么孩子吧 ，Mattel， 从那个小孩子玩具，一直到电器，一直到资通讯，到现在军事，全部都要用到这个什么 MCU， 甚至于人形机器人，大家可能不知道，中国大陆那个春晚人形机器人。我们会看到很活灵活现，没有错，他会跳舞他翻跟斗他关节非常的厉害相信我这个以前我们大学有一堂课念机器人，我告诉各位，他非常厉害，可是他是在一个所谓的一个封闭的领域里面，他可以设计控制得很好。真正的机器人要做到真正的这个运用是怎样？你把它放到一个陌生的环境里面，它靠各种的 sensor 去做感应，然后做出及时的回馈。那这个东西除了黄仁勋做的这个所谓的大脑之外呢？还要搭配到小脑一个完整的人形机器人需要30到40个，比如说你要掌控到手的灵活度机器人全身的灵活度大概是80个自由度，
光是手部是最难做的，光是手就超过40个灵活度，它就需要搭配到很多 MCU， 全身上下需要40-50个 MCU， 这个就是台湾的强项。这次的低轨卫星也是一样啊。现在 MWC 展览这次才刚刚，现在已经没有人在讨论那个行动通讯手机了，都讨论什么？卫星通讯。那这次的 MW 在展览之后，3月底又有一个 Satellite 2026，就是全球的卫星展。那大家记不记得，马斯克的 SpaceX 是要跟 XAI 结合，要在今年6、7月的时候要做 IPO。所以说最近呢又有一个非常有趣哦，这个地方高市早苗在去年10月担任首相，他一上任做的第一件事情，大家可能不知道，是把一个东西叫做钙钛矿跟核能列为国家战略级的一个能源。这个东西就非常有趣了，因为马斯克前一阵子跑去中国大陆以后，又跑回台湾来，就是在找钙钛矿。什么是钙钛矿呢？在这种所谓的太空卫星里面，我们说马斯克之前不是提过一个构想，就是说，这个台湾这个地球上用电可能需求会受到压挤，把那个 AI 放到太空去。那因为太空里面需要有无限的太阳能嘛，那太阳能在这个地方，以前传统太阳能那个太阳能板那个是细材料的，要把光转成这个所谓的电。那个转换率只有20%，那你用到这个所谓的3、5族哦，你用到3、5族，像什么砷化钾那种东西，虽然有40%，可是它成本太贵了，是100万倍，是现在用的细基的100万倍。那很简单，这个钙钛矿是日本人发明的，他把一个金属乳化物，他把它调整分子结构之后，它就可以把光电转换率拉升到30几%，成本又是3、5族，大概只有100万分之一。所以说那。而且大家要这件事情哦，你若用3、5族，现在用3、5族效率虽然说很好，可是它一年大概只可以供应1000到2000颗的低轨卫星。对，之前不是说马斯克说要上太空要打了100万颗，对，那中国大陆知道之后，他说我要打20万颗，那你想想看，你用到3、5族，就算你愿意花那个钱，你也没有办法供应这么的多。我为什么讲到特别提到这个东西？因为我们台湾有很多产业都是。美国啊，这日本啊，很多发展之后，我们跟上去没有？我们的钙钛矿，我们跟日本几乎是差不了太多时。我们在这个产业，对，我们在这个产业领域里面，我们有发言权。有一家公司非常有趣，所以你说你现在的航空，你现在这个电子这些东西，这个 AI 包括机器人，台湾都有。对，我们台湾有一家公司叫做台湾钙钛矿公司。你要知道，我们现在在钙钛矿材料里面，虽然说中国大陆这个马斯克也有去，但是一样道理。川普会不会容许你太空卫星跟军事安全有关的用中国大陆的材料？不可能嘛！所以说到最后回过头来还是一样，在这个去中化的领域里面，其实我们台湾这个军火供应商，不要讲台积电，这个人尽皆知了。我们有很多材料军火供应商，其实会在这个所谓的 AI 战争里面，我们会有一席之地。对，吴总，现在当然全世界都在关注荷姆斯海峡，可是你今天提到一个东西，我才知道说原来荷姆斯海峡对于当地的粮仓的作用这么大。如果你继续封锁的话，伊朗会没饭吃了。不是我提到，是《金融时报》有一篇调查报道，今天谈到这个事情，我看了吓一跳。它整个的这个里面，现在目前现况，因为在作战状况，所以整个的粮食的海运的运输全面停止。因为没有，你昨天不是看到吗？对，所有的船都停了吗？现在伊朗现在不要讲别的国家了伊朗的小麦、对米进不去，主要从哪里来你知道吗？从中国来，一带一路。但是中国的一带一路陆运运输只能供应多少你知道吗？全部总需求的20%。所以如果真的像川普讲的，在打100天情况，你知道会出什么事吗？伊朗人本身会有饥荒啊！战争还没有出事情，人先饿死啦，不打那么简单了。所以荷姆斯海峡最大的，难怪川普没在跟你怕的。你要倒大霉，你看到没有？他谷物的命脉，伊朗全部是进口的。就你从这个地方一年有1400万吨的这些粮食是谷物，要从这里进来。对啊，这些阿联酋，你看90%从这边来，然后沙烏地阿拉伯40%啊，然后替代方案你看有多少？现在多可怕！走陆运或空运啊，粮食怎么走空运啊？对不对？所以这个战争都没有人注意到这个事情，英国人的记者看到了。对啊，这个东西大的问题是在中东粮食的咽喉，所以这个事情，所以川普不怕的原因呢？那川普的东西他反正你的油我也不走这里，反正你的粮食我也不走这里，反正我就跟你耗着。跟你耗着的话，你今天伊朗顶不住嘛。所以你刚刚前面讲到了，伊朗本身内部会分裂，会有军事政变，会有军阀的互斗的原因的第一个斗的不是军火，不是金钱，粮食，是粮食的斗争。
他们各个部落、各个族群，为的是没有饭吃，结果居然现在主要的粮食会由中国由陆运供应，大概有20%的米，从大米可以供应给他。它可以撑，可以撑，但是起码有50%的那个粮食是缺的，是不足的50%，那个量怎么办？对，那个量可以供应的，到时候是谁来供应？当然只有川普有可能给他这个东西啊，因为川普一天到晚想卖农产品，然后大卖农产品，大豆、玉米。你现在把伊朗人饿了一大票，饿了一个前心贴后背，然后你把他包围的妈的，他现在准备100天是不是打仗，是要包围人家？哦，是，那当然是要包围，他没打仗干什么？哪那么多？不就长春包围战？他已经攻了2000个点了。57台每晚9点，宝洁点兵点出全球战略新布局。